朋友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说一个八卦话题吧。我们说说德国360度女外长，因为这两天突然在网上出现了一个大约1分半钟的视频，貌似采访一位说英语的非洲男性性工作者，也就是我们可以称他为男公关。他说，德国外长贝尔伯克也是他的客户之一，由于工作原因，贝尔伯克只能晚上跟他见面，而且1年只能见2次。不同的爆料据说都来自一家叫 Zeitgeschehen 的网站。该网站爆料，德国外长每次出访非洲，都会与一位叫金斯利的男人黑公关约会，支付的费用最高可达3500欧元。我来说说德国人对此事的态度吧。这方面，德国人与美国人对名人以及政治人物的态度完全不同。在美国，比如说美国总统候选人，在这方面，他们必须没有任何污点，没有任何个人生活绯闻或者丑闻，否则就会受到他们的政敌以及美国媒体的全面狂轰乱炸。可能不少人还记得当年有个叫莱文斯基的人，对吧？莱文斯基与当年的美国总统克林顿有所谓的绯闻，对不对？这则是最明显的佐证，也就是在美国作为名人还有那个政治人物不能有任何污点。但是在德国则不同，比如说德国媒体还有德国公众认为那是某人私人生活，只要不是用纳税人的钱去搞婚外情或者去招妓都没有问题，那完全是他私人的事，别人无权干涉，好像也没有中国所谓那种婚内出轨、净身出户的说法。德国媒体也不会拿名人或者是政治人物的私生活大做文章。这方面，我个人比较赞同德国人的三观以及他们的做法。朋友们，视频里那位黑人男公关头头是道地述说他的故事，但是我第一感觉就是那是假新闻。我声明只是本人的感觉。如果此事是真的，必定会有不少国家或者很多国家的媒体大肆报道。但是目前为止，没见任何有影响力的媒体，既没有德国媒体，也没有其他外国媒体报道。而且 Zeitgeschehen 这家网站非常业余，从它设计及内容都非常业余，好像是临时拼凑起来的一个网站。而且这家网站连个联系方式都没有，因为按照德国法律，必须要有法人信息，比如说属于公司还是个人的。公司的话，那一定要有公司的什么公司名字地址电话电子邮箱等等，还有注册所在地的法院信息，这些通通都没有。所以我比较确信这家网站不正经，应该是一家野鸡网站。另外 Zeitgeschehen 本来是一个德语词，但是呢，这个德语词有个字母搞错了，所以可能注册该网站的人不是德国人。到目前为止，只有一家意大利媒体的网站对此做了报道，还有在推特上或者叫 X 平台上有2-3个人发表了关于此事的推文，还有德语的，也有一个远在澳大利亚悉尼的人，他用英语发表了此事的推文。在澳大利亚悉尼那位，据说他获得了俄罗斯驻悉尼领事馆的领事庇护，他就在这个领事馆里进行直播。他的推文上指出，消息来源是这家叫 Geschehen 的网站。我很好奇是否是这个人炮制了一切呢？因为我们知道俄罗斯和德国的关系近年非常的不好，而德国外长呢又特别仇视俄罗斯，然后德国绿党或者说这位德国外长又特别挺乌克兰，所以我觉得这个远在澳大利亚悉尼领事馆的获得领事庇护的人有理由去炮制这一切，专门针对或者搞臭德国外长，对不对？那么现在我们来看看这家貌似德国的网站，也就是 Zeitgeschehen 的网站到底说了些什么。德国纳税人的钱都去哪了？贝尔伯克的公务出差成了与欧洲南极的买春之旅。每日邮报于2024年7月30日发布了一段与非洲男公关对话的视频，该男子讲述了他与一位客户的关系，对该客户的描述符合安娜莱娜·贝尔伯克，安娜莱娜就是贝尔伯克的名，有可靠证据表明与这位德国外长有关。接下来这些德语呢，几乎等同于我们等一下要去看的原始出处的采访录，从英文翻译成德文的。
这家网站又说，它的消息来源是7月30日发表在 Daily Post， 也就是《每日邮报》这家尼日利亚媒体。我们看《每日邮报》这家媒体，至少从网站看还算严肃，但该报道左上方又说是赞助文章，谁赞助的不得而知。同时，对这位男公关的采访录被放在一个只有2位订阅的一个油管频道里，看起来很不可思议。更不可思议的是，只有区2个订阅，可是它的浏览量竟超过1万多，这很不正常。总觉得这一切非常可疑。可能很多人知道尼日利亚是个著名的骗子大国，出现此类故事也就不足为奇了。另外，是否有这位男公关这样一个人也是个谜。其实我觉得只要花钱，可能连钱都不用花，就可以找到某个人现身说法，提前写好文案就可以了，找个人来按照剧本去演即可，反正空口无凭呀，对不对？关于德国外长贝尔伯克遭男妓的丑闻，最全的版本在这家尼日利亚的叫 Daily Post， 也就是每日邮报的网站上。我们来看看该采访录。赞助文章：我为孤独的精英提供情感安慰。金斯利谈论他作为男公关的职业生涯。在过去5年里，金斯利一直为一些政界和商界有权有势的人物提供陪伴服务，从导游出人意料的转变为目前的男公关。金斯利在这次采访中分享了他作为男公关这一非传统职业的独特经历和内幕。他还谈到了他非凡职业生涯的挑战和回报。然后就是访谈的内容了。每日邮报首先提问：首先，您能向我们介绍一下您自己和您的工作吗？然后这个金斯利回答：我叫金斯利，作为一位男公关，我从事这个行业大约已经5年了。基本上我的客户是来自欧洲的白人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拥有重要的权力职位。每日邮报然后就问：你是如何进入这个行业的？金斯利回答：好吧，我想说这不是我计划做的事情。事实上，我是一名导游，我曾经在肯尼亚工作，直到遇到这位来自法国的美丽富有的女人。她想要的不仅仅是游客和客户的关系，她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们，然后事情就从那里开始了。每日邮报问：你和你的客户有什么样的关系？是纯粹的性关系吗？他说：我想说这是非常专业的，也是非常私密的。这些女性寻求陪伴，摆脱高调的生活以及随之而来的压力，所以基本上她们寻求陪伴和智慧。我不会说她们只是想要性，她们需要这种联系。一旦你变得聪明，我相信就更容易在情感上与她们建立联系，但必须是感性的。每日邮报又问：你一定遇到过一些非常有趣的人，你能分享一下你的经验吗？金斯利回答：我要说的是，由于这种工作，我实际上遇到一些真正非凡的了不起的女性，她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政坛，其中一些是高管，她们都有一个关于为什么要寻找我的陪伴的故事。每日邮报问：你能告诉我们你最难忘的一位客户吗？现在就切入到比较有趣的关于德国外长的部分了他说：我想说有一位客户在所有客户中脱颖而出，他是一位非常有权势的欧洲政治人物。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他是一位来自德国的部长。我们在阿布贾见面，我们第一次见面是在2022年12月左右。我记得他在那里参加一个高层会议，他穿着一件美丽的深红色连衣裙。我们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晚上，聊，然后他明确地表示他喜欢一位英俊的黑人绅士在一起。我的大多数客户都喜欢黑人，于是我们一起度过了一晚。这是一个令人惊奇的美妙的夜晚。然后第二天早上他就离开了。但是故事还没有结束。6个月后，安娜莱娜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陪她去南非。由于工作性质，我们每年只能见2次面，几乎没有全天待在一起的，通常只是一个晚上。我们上次见面是不到1周前在阿比让。7月初，他打电话给我，问我是否可以预定一个地方，让我们可以不受干扰的度过一段愉快时光。到达后，我发现他真的很累，
他谈到了塞内加尔之行以及工作带来的压力，他一直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我看得出来，他很想念我。然后《每日邮报》问：你能告诉我们你的客户为你提供的服务支付什么样的费用？贾斯利说：通常我每晚的费用为1000到1500欧元，但如果是知名人士，则大约为2500到3500欧元。他们还承担我所有的旅行费用。然后《每日邮报》问：您认为这些女性为什么寻求您的服务？然后贾斯利说：她们非常富有，但事实上她们非常孤独，需要有一个不带任何条件的人，有人给他们情感上的安慰，给他们所需要的关注，而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我能理解他们。《每日邮报》问：您是否想过自己会辞掉这份工作？金斯利回答：未来几年肯定不会，这太适合我了，而且我能够为我的客户提供一些非常独到的东西。朋友们，最后我们来看看 X 平台上有人发的德语推文，而且还有一些德语评论。有意思的是，这个账户是模仿德国外长贝尔伯克的，不是他本人的账号啊。这推文说：您听说过隐私吗？德国知识说明啊，这位博主是针对那位澳大利亚悉尼俄罗斯领事馆里获得外交庇护的那个人，他认为那个人散布的是假新闻，所以对那条推文做出回应。然后我们就看德语评论了。第一条评论：我希望你不会再一次不小心用了外交部的信用卡付款了，上次我们不得不将其作为继续培训开支项来入账。下条评论：作为外交部长，您的工作也是竭尽全力的推动国际关系发展。让我们看下一位，这是深入到最里面的活生生的女权主义融合，太伟大了。我们再看下一位，如果这是真的，她丈夫对此有何评论？她付给男公关的钱是她自己的钱，还是德国纳税人的钱呢？我们继续往下。如果这一说法属实，那么贝尔伯克对德国来说是一个很高的风险，因为他很容易受到勒索。我们再看下一位，这位是不是华人或是中国人呢？他说全都是假新闻。我们再往下看，这取决于整个事情是用纳税人的钱还是私人的钱来买单。然后我们再往下看，这是因为殖民历史而支付的某种赔款吗？我的意思是，真的不能把它当作买春之旅来推销。我们再看下一位，不错的尝试，但也许他还发明了一种可以产生能量的电视。下一位，他们用什么语言来沟通？不可能是英语吧？德国知识说明，到此为止，大部分网友都是在讽刺德国外长。这里也一样，这位网友知道贝尔伯克的英语不行，所以不可能是用英语进行交流，那可能是用手势语吧。好，我们看下条评论。任何散布此虚假故事的人都将被起诉。贝尔伯克婚姻幸福，育有2个孩子。下一条评论，这位是针对博主说的，人家招妓是私人的事。然后呢，这位网友说，但如果纳税人支付所有的费用，那情况就不同了。继续往下看，如果这位年轻的先生这么说的话，那就是真的了。我相信他说的每一句话，毕竟，不然他肯定不会这么说。他还非常可信地讲述了这个故事，并充满了爱的细节，这实际上不可能是谎言。好，我们继续往下看。任何相信这一点的人都真的不可救药了。有没有人问过自己，所谓的男公关会从他的泄密中得到什么好处？他只会彻底毁掉他自己的生意，因为他的客户将不敢再信任他，尤其是那些明星们。好，朋友们，关于德国外长所谓招妓丑闻就到这里吧。从我综合的各种信息来看，也是一种比较低劣的贬低德国外长的手段。我不认为有这回事，大家别误解啊！我极度不喜欢这位德国女外长，但不影响我对此事的态度，那就是这是针对德国外长的假新闻。最后我想说啊，
只要是他自己买单，而不是花德国纳税人的钱，而且如果不违反所在国的法律，那么我就觉得他享受什么服务也完全不是问题，那是他自己私人的事。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请在下面留言啊。好的，那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吧，我们下回见，拜拜。